最近的那个北京政坛啊，气氛很不对劲儿。一条消息在 X 平台上突然的炸锅，赵乐际公开支持张又侠，直接跟习近平唱反调。与此同时呢，3名的军工大咖被拔除了人大代表的资格，直指张又侠的老地盘装备发展部的那个腐败的黑洞，让习近平做到2035年的春秋大梦碎了一地。而在宣传口径上，官民也最近出现了一些诡异的变化，习近平的重要新闻突然在头条上站不住脚了，频频被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取代，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习近平想重回一尊独大，但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难了？更刺激的是，军队方面也传出了一些异动，多个战区部队被调动，北京周边呢疑似进入特殊的部署状态。有人甚至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今年的除夕可能会变成政治上的除夕。从人大分拨到军工清洗，从官媒冷处理到部队调动，一条条线索交织在一起，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北京的高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习近平的权力是在收紧还是在动摇？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启善。欢迎订阅、分享并打开那个小铃铛，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时局对张又侠案的追踪报道。2月5日，新闻调查发布的一条讯息迅速在 X 平台上窜红，短短24小时内就收割了将近44万次的阅读。消息的内容是这样的：所有国际媒体都大吃了一惊，今天赵乐际执掌的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竟然没有批准习近平对张又侠、刘正利2个人的逮捕。外界呢原来以为人大紧急会议只是补齐一个法律的手续，没想到赵乐际支持张又侠，公开和习近平唱反调。张又侠与刘正利均为军队的人大代表，根据的中国法律，人大代表落马时呢需人大批准，否则案件在法律程序上没有办法推进。看这回习近平怎么办？在人大的制度文件中，人大的一项权利就是代表的所谓的人身自由受到特殊保护，对代表进行逮捕、审判、拘留等等限制他人身自由的措施呢，必须经过代表所在的人大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许可。而中共的人大网显示，目前张又侠、刘正利仍然还是那个全国人大代表，2人还是属于共军的和武警的代表团。那么那个消息一出啊，网络立刻就热闹起来了，各路键盘侠纷纷登场。赵乐际为什么敢？因为有军队撑腰，反习的军队力量已经围困了北京，习近平已经处于危境，久已僵局难破，把想象力仿佛都拉到了天边。也有法律专家型的网友跳出来科普普法。对于人大代表的批捕，按照规定要先通报人大常委会，再会议决议，再批捕。包子这一步确实违法了。如果只是为了罢免那3个副部级的，有必要开一场会吗？更多的评论不甘落后，赵乐际这个意思自然要保住张刘2人，这是军中的人大代表。那习近平只能说一句算了，事情更复杂了。现在就看习老大怎么样用黑社会、黑衣人对付赵乐际，过不了今年可能也会被抓。笑死了，中共国要搞3权分立了。习近平的权力早就不在意任何程序了，中共国哪有什么法律？人大从来就没有用的装饰品、图章、橡皮图章而已，谁敢反对？说到底，这些评论呢，大多建立在一个假设上：赵乐际公开对抗习近平，言下之意背后一定有更大的故事、更大的棋局，只是我们普通的网友看不见而已。那时评人简易分析认为，对于这类满天飞的说法，习近平当局呢其实也很尴尬。如果选择沉默，民间的想象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赵乐际大战习近平、军队包围北京城之类的版本只会越传越离奇。
完美满足了吃瓜群众对中共高层互殴的那个心理期待。但要是紧急出来或者急着出来出面回应呢，无论怎么回都得接受舆论的放大镜的检验，等于变相的承认原本被严控的那个话语权又被民间抢回去了一点。更麻烦的是，只要是官方说法稍有漏洞，新一轮的解读版本马上又会横空出世，中共只能继续在那个舆论场上疲于奔命。另外一个时评人唐晋远分析认为，下个月两会临近，保留张刘二人的代表资格说不过去，本月罢免才正常。但人大会议不动，近1月底政治局会议后第二次补票失败，显示党内的阻力很大。习近平低估了抓江右侠之后的反弹，说所有人都不表态不支持张右侠。刘正利虽然好像在人大安然无恙，但这次被拔除人大资格代表的3个人都是中共军事现代化蓝图中的指标性人物。路透分析会加速让习近平的重大目标受到致命的阻碍，习近平终将梦碎一地。3位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的军工的大咖军事工业的大咖分别是周新明、罗奇和刘昌礼。周新明，江苏临川人，是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硕士，长期任职中共的那个商用飞机公司。2024年的3月，升任中共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如今呢，他的姓名已经从官网消失了。罗奇，四川自贡人，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热物理硕士。2022年升任中国的核能工业集团总工程师，身兼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博士生导师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当前中国核电体系的技术的那个核心人物。刘昌礼是陕西岐山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负责领导核武的开发。时评人张天亮分析认为，这3人均为副部级官员，来自军工领域，与张游侠的利益交换密切相关。在张游侠长期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期间，作为买方掌控着巨额武器采购权，而周新明等3个人所在机构是核心的所谓卖方的供应商，形成利益闭环。罢免这3个人意味着张游侠案调查取得了突破，暴露装备发展部的腐败问题。那习近平曾经这个设定目标，希望中国在2035年实现全面的军事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的军费支出国。然而，美国五角大楼在最新的评估中指出，共军内部根深蒂固的贪腐问题，严重地阻碍着其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习近平的2035的目标受阻，军队贪腐成为致命伤。看来习近平终将梦碎一地。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着讲习近平也难以重回一尊的地位，请别走开哦。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自Virginia 州的李女士，今年64岁，是一位从事生物药品研究多年的药学专家。她呢需要3颗牙齿进行那个植牙手术第一次手术时，她还没有吃那个红海参，恢复期间就比较长。第2次手术前呢，他已经吃了大概20多只红海参。手术当天，特地呢再补了1只，结果恢复速度明显加快，连那个缝合线呢都很快的就掉下来了，让他自己都感觉非常惊讶。现在他已经把那个红海参当成那个日常的保健品了持续的买。那李女士吃的红海参是什么呢？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已经很熟悉了，我简单给新来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胶，这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的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衰老，还能够补钙造血、改善气色，让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者免疫力低下的人呢，对这些人很有帮助。这个产品成分90%是深海野生的红海参，还有40%是韩国名贵的那个红参和纯天然的蓝莓原叶，做成果冻口味，吃起来那个酸酸甜甜，像吃果冻，特别适合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购买链接在这里，看这个大时局的观众朋友都可以输入这个大时局的优惠码
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东西呢经常卖断，所以呢最新一批刚刚到货，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尽快下单，晚一步就只能等下次的预售了。感谢您的支持。好，让我们回到那个节目中来。中共的官宣张又侠、刘正利被查之后啊，官媒一度出现过时光倒流的局面，各大官网、军网又回到了几年前的老套路，只要跟那个习近平沾边的新闻，一律高挂头条。而且一挂就是好几天，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习老大一尊独大的辉煌年代。但奇怪的就是这个场面最近好像又变了，悄悄的变味了。另外一个时评人梅林双观察官媒和军媒的版面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习近平的重要新闻近日在头条上存活的时间明显变短了。举个例子，2月4号，理论上最重要的新闻是习近平3号与乌拉圭总统奥尔西的会谈。按照过去的惯例呢，这种新闻肯定要稳稳霸占一天。结果呢，整个一个大白天，无论是军网、新华网、人民网，或者是国务院政协头条挂的，全都是一个老消息：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全面振兴。换句话说，一个老掉牙的一个也不是非常起眼的政策的文件，硬是压住了习近平习老大的外交新闻，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啊？直到2月4号下午晚上，习近平先后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后，这些网站才在傍晚把那个头条换掉。按理说，跟川普、普京的通话对习近平来讲绝对是难得的高光时刻是最适合用来凸显你这个国际地位的好材料，是吧？结果更离奇的事情来了，2月5号上午，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议，这2条重磅新闻居然很快就被从头条撤下来，只剩下要闻前2位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中老两党2国最高领导人共同启动中老友善年，也就是习近平给辽国就老挝领导人回了一封信，宣布2026年定为中老友好年。坦白讲跟那个川普普京的通话相比，这条新闻的重要性几乎是不在一个重量级。更有意思的是，这条头条那个标题里面居然连习近平3个字都没有，这就更耐人寻味了。如果说习近平在抓了张又侠、刘正利之后，真的获得了党内军中的全面支持，重新坐稳一尊的宝座，那官媒的理应大张旗鼓、密集造势，把习的新闻捧得高高的、炒得火火的，对吧？可现实看到的是恰恰相反。更戏剧化的是，到了2月5号晚上，人民网的头条又被换成了一篇软的不能再软的文章，城南旧事。老胡同里的共生密码，难道那天习近平一整天都没活动？还是说有些新闻不太方便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这种种迹象拼在了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习在对张又侠动手之后，是不是没有像外界想的那样重新掌控全局，甚至可能在党内军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这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习近平如今想重新回到一尊独大的状态，恐怕没有那么顺利了？当然，另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自己选择暂时的低调，再一次上演他最拿手的戏码——扮猪吃老虎，等清理完成以后再一举收权。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目前还很难下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最高层游戏的持续发展风险极高，远远的没有结束。刚才我们谈到了，从官媒的那个宣传口径的变化来看，习近平想重回过去那个一尊独大的状态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异动，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最近前海军中校参谋姚晨提出了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观察，他认为目前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而且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例行演习，而是一次分场次有针对性的特殊行动。
第一，各战区的合成旅正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内进行隐训部署。什么是隐训？就是带有那个假想敌人的、有针对性的作战准备。更惊人的第二个画面是，北京周边已经被部队围起来了。据掌握的消息，北京战区的79军、山东的80军、中部战区的81、82、83军都动了。这种大规模、全国一盘棋的兵力调动，绝不可能是某个个人或单位的私下行为，而是有计划的部署。那么这是在防谁？答案可能就是在防止逃跑。这种极其隐秘的应急作案预案，据说连文件都不下达，全是单线联系、口头传达，保密程度极高。背后的操盘手会是谁呢？更劲爆的是，姚晨还做了一个相当大胆的预测。他说，今年的除夕夜很可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除夕。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过年期间往往是军队战备最松懈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出奇兵的时机。透过控制北京的那个周边逼迫习近平下台，进行公正的司法审判，可能就是应急预案中的终极目标。姚晨表示，张又侠推动的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军队国家化。只有军队不再是某个独裁者、某个党的私家军，军官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才能在法律下得到保障，而不是今天老大想抓谁就抓谁，是吧？那么即将到来的除夕夜会不会发生惊心动魄的大事？习近平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现在这场变局是不是已经到了他的脚下？这出戏远远没有落幕。这里是大事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